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小李哥。在之前的影片中，小李哥和大家介绍了浴室渗水对房子和家人健康的危险性。这一集我们就接着来说说比较常用的淋浴房施工方法和几种常见材料的优缺点。今天小李哥讨论的施工方法以及材料，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符合加拿大 Building Code 规定的。在加拿大，房屋漏水渗水是一件大事。如果您听到有哪些今天影片中没有讨论到的新材料和新做法，请您一定要先留言给小李哥确认，千万别当白老鼠。室内装修是我的本业，如果有可靠实用的新东西，我一定会尽快的做一部新影片更新在频道上。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在加拿大浴室的设计当中，我们把大量接触到水的区域限制在淋浴以及浴缸的空间，这样不但可以美观好清洁，还可以大大的减少防水的成本。所以加拿大的浴室几乎都是干湿分离的浴室。湿区施工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做好防水的淋浴底座。淋浴底座要求的标准是100%的 waterproof， 要能达到放满整盆水，在48小时以后还能零渗漏。在淋浴底座施工的同时，水工呢也会完成淋浴水阀的 rough in。第二步呢就是要安装墙板，也就是安装灰板。淋浴房要用的灰板在 Builder Code 里面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呢小李哥常常会看到有很多新建的浴室淋浴房是用一般的白色灰板，这一点呢其实并不违反法规。但是呢，如果要用一个完全不耐水的材料来做淋浴房的墙板，这总是会让人觉得怪怪的。现在呢，当然会有更好的材料可以选择，这一点呢，我会再等一下专门介绍。第三步呢，就是安装墙面的挡水材料，就是所谓的 backflash。因为呢，墙面是垂直的嘛，水淋到墙面上会很快的流过去，所以呢，在 Builder Code 的规定里，挡水墙的标准是要能做到 water resistant。 在这样情况之下，要能够防止墙壁渗水，就是要看最外层的挡水材料的施工。第四步呢，就是要安装淋浴设备和淋浴玻璃门。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之前的几部影片都有详细的介绍过。这一集呢，我们就先不讨论这部分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搜寻一下小李哥频道的首页，收看这几部影片哦。我们先来看水泥瓷砖的淋浴底座。其实呢，水泥瓷砖淋浴底座它并不是用水泥和瓷砖来防水，它是用一层橡胶的防水布，先围出一个防水的淋浴盆，并且呢做好排水孔，然后在这一层防水布上用水泥沙做出 slope。 水泥沙的表面呢再铺上瓷砖或是马赛克砖，所以呢从表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瓷砖的淋浴座，但其实主要的防水还是要靠底下的那一层橡胶防水布。人呢是一个感觉的动物，瓷砖看起来高雅美观，而水泥呢就总是给人一种脚踏实地很坚固的感觉。但其实在木结构的房子中，水泥瓷砖的淋浴底座寿命都不长，会因为共振或是结构弹性变形的问题，表层铺的水泥很容易会裂开，水泥下方的防水布也很容易跟着水泥而产生应力破裂，这样就不会有防水效果啦。而且以费用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施工方式因为施工的工序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贵的，所以呢，一般有预算考量的朋友，小李哥是比较不推荐这样的施工方法啦。近年来，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它的原理呢，其实和浴缸是一样的，就是用金属或是塑胶一体成型来做出一个盆，直接把这个盆安装好就可以使用了。这样材料和工钱都可以节省不少。但是呢，以材料的特性来说，金属容易生锈变形，塑胶呢容易破裂，
所以呢，在现在新的浴缸和淋浴底座都是改用了 FRP 板。FRP 板呢，不但防水，还坚硬有弹性，是一种呢应用在航海和船舶上面的复合材料，而且它不容易光分解，又耐久不变色。这样做出来的浴盆，使用的寿命不敢说是无限了，但是至少使用个30-40年是不成问题的。白色的浴盆在美观上比不比得上瓷砖，我觉得这一点是见仁见智。但是呢，这种材料便宜耐用，这肯定是它最大的优点。加拿大墙壁的表面一般来说都是安装灰板，但是前面我们有说过，一般的灰板遇到水会受潮分解，还会发霉影响健康。所以呢，在淋浴区域用的墙板，小李哥是建议使用更耐水的材料。一般的常见的材料有2种选择，就是防霉灰板和 DensShield。这2种板材呢，都是使用防霉防潮的核心，也就是透过材料的设计和成分的改变，让原本灰板的核心在受潮的情况之下不至于分解或是发霉，这样就可以保护表面的瓷砖，可以稳定不脱落，增加使用的寿命。可是呢，如果单用防霉灰板，小李哥觉得还是不够的，因为防霉灰板的表面和一般的灰板一样，还是一层的纸板。这一层的纸板并不能防止水分渗透进入灰板的核心，所以呢，在施工上，我还是会习惯在防霉灰板的表面刷上一层防水的树脂，就等于是在防霉灰板的表面再套上一层塑胶，这样就能够更有效的防止水分渗入核心，更加的万无一失。如果呢，你使用的是 DensShield 板，DensShield 板的表面本来就是一层防水的玻璃纤维树脂，它就自带了防泼水、防渗水的功能，所以呢，就不用再刷一层防水树脂。简单的说，防霉灰板加上防水树脂，就等于 DensShield 板。使用 DensShield 板呢，当然就可以节省一套工序，但是呢 ，DensShield 板材料的价格也是防霉灰板的2倍。算来算去，其实成本和效果是差不多的。不过话说回来，这2种板材都不能算是真正防水的建材。不论如何的施工，这2种板材还是不建议长期浸泡在水里的。我们还是要在淋浴房的表面材料上面去下功夫，才能尽量的减少水渗到灰板的这一层。内外的双重保险才能保障做好的淋浴房经久耐用。安装在墙壁表面，每次洗澡都会接触到水的材料，我们称为防水面材。其实防水面材才是真正防止渗水的第一线。因为呢，早期瓷砖的透水系数比较高，所以呢，有部分的浴室就使用了玻璃纤维薄板，就是和浴缸、淋浴底座一样的 FRP 板，来作为淋浴背墙的防水面材。FRP 板本身的防水能力当然是不在话下了，只要在安装上注意板子与板子之间接缝的防水，就可以确保平时使用的时候不渗水。而且呢 ，FRP 板的价格十分便宜，所以呢，很多商用的淋浴空间，比如像是健身房啊、游泳池的淋浴房，都会使用这样的施工方法。但是如果家里的浴室也这样做，在美观上是不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喜欢把家里的浴室装修得像公共游泳池的澡堂吧？而且呢，说也奇怪，在小李哥这10几年的装修经验当中，会选择这样装修的家用浴室，大多都还是渗了水。我想呢，会选择这样的施工方法，就是为了省工钱、省材料。在这种心态之下找来的装修工，估计呢也是新手，把墙板之间的接缝处理得太过于马虎，才造成了渗水。在现代 FRP 板的进阶版本，就是整体式的淋浴房。我们把 FRP 板透过模具一体成型，把它做出了造型，把收纳空间啊、扶手啊、毛巾架啊这些功能直接设计在这些墙板上。在安装的时候，我们只要正确的组合好，再做好接缝防水，基本上呢就完成了。这样呢可以节省不少的人工成本。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听起来这样的整体淋浴房应该是一个很无敌的商品吧？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做到全面流行呢？
因为在实际的使用上面，这些内置的功能不一定实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用得到。但是呢，它却会占用了宝贵的领域空间。在施工上虽然节省了人工费，但是呢，却多出了材料费。一道的整体淋浴背墙做下来，价格上呢，只会比瓷砖背墙低一点点，但做完的效果呢，论到颜值，它虽然比单纯的 FRP 板提高了不少，但是呢，比起瓷砖墙，它还是差上一截，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呢要把浴室做到美观，说来说去，一定还是要说回来到瓷砖。目前在市面上还真的没有任何的材料可以完全的取代瓷砖。传统的陶土瓷砖呢，透水率大概在 10% 到 18% 之间，天然的石材砖也有 5% 到 10%。这样的透水率可以说是完全防不了渗水。以现代的标准来说，这样的瓷砖要做成淋浴房的墙面十分勉强。所以呢，聪明材料商改进了配方，他们在高岭土当中加入了石英砂，再经过1500度以上的高温煅烧，这种材料呢就叫做石英砖。石英砖的砖体的透水力低于1/1000。如果再配合上玻璃质的釉面，只要在釉面完好的前提之下，可以做到完全防止渗水。那砖与砖之间会有瓷砖缝啊，瓷砖缝的填缝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现在在铺瓷砖使用的水泥早就不是一般的水泥了。铺瓷砖的水泥还有瓷砖的填缝泥，这两种材料在成分上面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在水泥砂中加入了亚克力树脂啊，亚克力树脂，对，就是我们在乳胶漆里面加的那种亚克力树脂。添加过亚克力树脂的水泥呢，在台湾就叫做易胶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水。如果呢配合正确的施工，再加上前面说到的防霉灰板、防水漆或者 Dan Shield， 现在做好的石英砖墙，在垂直面上可以做到完全零渗水。而且呢，石英砖的花色选择很多，可以配合各种房子的设计风格，甚至呢，它还能成为室内设计中最主要的设计元素。近年来，生产石英砖的厂商也越来越多了，产品的选择更多，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呢，一提到翻新淋浴房，石英砖背墙依然是大多数人的首选。这是一系列德国来的高科技防水新材料。他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叫做 Werner Saluter， 他原来就是一个瓷砖工人。他就是发现，在木结构的房子当中，会容易因为木结构变形，造成瓷砖破裂、掉落或是渗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开发出来一系列的商品，包括防水的底座、墙板、防水膜，这些都是针对瓷砖表面设计的基础材料，用来取代传统的灰板、木材、水泥砂这些会渗透水的材料。使用 Saluter 的产品来作为淋浴房的基础，就能最大的程度保护瓷砖，不会因为房子的震动或是变形而发生损坏。最重要的是，这些材料本身都是完全防水的，除了本身不怕泡水，还可以防止水分继续渗透到结构当中，确保瓷砖做成的淋浴房防水能够万无一失。如果您特别喜欢全瓷砖的淋浴房，我是指连底座都是那种全瓷砖的淋浴房，你可以考虑使用 Saluter 的产品，这样可以保证做出来的淋浴房防水又耐用。Saluter 的材料只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它所有的主产品以及配件价格都不低，毕竟人家的专利就摆在那里，全球独一家防水材料的 Lifetime Warranty， 就看您觉得值不值得了。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小李哥已经尽可能的把一些常用的材料和施工方法都介绍给大家了。当然，大家也许都还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不要客气，在下方留言和小李哥讨论，值得大家参考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小李哥一定会再特别的做一部影片介绍给大家知道。最后呢，还是要麻烦支持小李哥的朋友们，帮我的影片点赞、留言和分享。您的一个小动作对我持续的创作帮助都非常大。
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喽，拜拜。